煤气爆炸后，婆婆的小院彻底不能住了。现在我们一家5口就住在我家小院的这3间屋子里。公公每天睡在沙发上，也不能好好休息。意外袭来时，总被一些惦念裹着暖意。今天大姨又特意来看婆婆了，语气叮嘱，一份牵挂，都是最踏实的安心。今天赶上山里有大集，大姨买了一些东西给我们家送过来了。亲人之间的关系从来都藏在这些实实在在惦念里。在意外后的日子里，一份来自家人的牵挂，便是我们最治愈的力量。婆婆的脸也烫伤了，每天需要抹烫伤膏，抹之前先把之前的都给擦干净。大姨的性格和婆婆很像，也是大大咧咧的，我也很喜欢大姨。昨天还和婆婆念叨说有点想大姨了，没想到大姨今天就来了。我妈说妈是昨天念叨的啊，是啊。我说妈，我怎么想我大姨了？真的，今天大姨都来了。这个烫伤膏抹上还挺好用的，婆婆说抹完脸润润的，好了很多。大姨来，婆婆的心情开朗了很多。他们在一起说着专属的家乡话，絮絮叨叨的方言里藏着最妥帖的关心，也是最亲的惦念。步子它不是不能走道的，不能走道你咋出来呀？你现在还不在谁屋里住宽敞？反正地暖省钱，省钱。你装的时候也便宜。就是地暖坏了还能再换暖气啊！他们那个坏了。这几天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给公公婆婆一间单独的屋子住，这样对婆婆的恢复也好一些。这间屋子也有点受损，但不是很严重，上面板掉了2块，我老公给安上了。窗户玻璃没事儿，但窗户框上有一点小裂纹，我老公给修了一下。我们2个先把床上垫子给抬出去，一会儿看看婆婆那屋的床还能不能用，如果能用的话就给移到这屋。正好今天大姨和姨夫都在，能给我们帮忙。婆婆这屋的床单还有褥子都不要了，看看床垫子有没有砸坏。先把床单和大石头拉到边上去，这一弄还有好多土，感觉特别呛。这个褥子也不要了，上面都是土。现在主要看看下边的床垫有没有问题。婆婆这院里的阳光特别好，今天还没有风，晒得身上都暖洋洋的。婆婆这个床垫看了一下还挺好的，没有什么事儿，可能上面铺的褥子比较厚，也没怎么砸到床垫。大姨在这个屋收拾着，把一些没用的杂物都拿出去。里边这个木头床还是婆婆结婚时候定做的，这现在也坏的差不多了，就直接不要了。我们决定把这个床一会儿拆了擦一擦，再挪到我们那个屋里。现在主要有个地儿住，有个床睡就行了。等翻建完房子，可能还需要买新的家具、新的床，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现在一些花销我们必须有计划的来花了。给我妈收拾了一个小屋，以后就住这儿了，奶奶啊。那等我奶奶房子建好之后，我要住这儿。行。我都习惯，有的时候叫妈妈是吧？可不就是嘛。妈妈，咱今天炒点西红柿鸡蛋，炒个土豆丝，再热点包子。土豆拿出来了吗？我让他去买去了，小孩。去吧。戴手套干啥呀？我切个咸菜。我切吧，你别动了。不用，我一天也不活动，都大便都不通了。我来吧。我昨天使劲嚷吓着你了吧？又梦见煤气爆炸吓着似的，要不我怎么使劲嚷啊？早上你爸还说呢，又叫吓着人家了。我说那吓着吓着吧，我也不愿意吓着人家，那怎么办呀？我慢慢天天擦的那皮都掉了。你说你不让我干点活，不忙活点活，我坐那就大脑失控似的，就胡思乱想。你别累着了，我的意思是。累是累不着。还有手，你不是手烧伤了？你手老动能行吗？能行，慢慢的，我不使大劲，这又没有大力气活，慢慢的动着。我就切点咸菜，别的我也不弄。这些天你也够累的了。不累妈我。嘿，你也就大着你年轻点吧。只要你好好的，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啊。我可爱听这句话。婆婆在这切咸菜，我准备别的菜，把土豆拿出来，鸡蛋也拿出来一些。婆婆说我平常没做过饭，这次做的我公公说还挺好吃。啥时候说的？昨天、前天，这是是吗？吃粉条那天。哦，吃粉条那天。谢谢我爸的夸奖。在这儿把土豆皮削一削，这个土豆再切成丝儿。我发现这个土豆芯儿特别黄，第一次吃这种黄色的土豆。现在我们也没有专门的屋子做饭用，只能先在我家院里做了。说实话，这样做饭还不是很方便，先简单炒2个菜吧。这个小屋收拾出来，婆婆来看一眼，里边放了一个电暖气。吃完饭给我爸你俩就来这小屋。对，这会儿心情好点吧啊？对。有一张床、凳子，然后有暖气。在这做饭，婆婆还一直叮嘱我慢点，别烫着了。一会儿马上，现在就可以放鸡蛋了。简简单单一顿晚餐，爸尝尝菜行不行？行，我爸给我最高的评价。这个用咸鸭蛋炒的土豆丝儿。妈，哎，应该让我品尝一下。品尝妈妈做的怎么样？
我也做，肯定说不好吃吧你？好吃。老王多吃这个菜，不吃这个菜。还可以。啊，谢谢。哎呦， 110干啥去了？你万一换药去你看我爸还关心着呢。啊？他也惦记着。要是这样，我爸我妈上班去。那你就上班去，我自己。不，我带你换完药，星期天换完药看看啥情况。换完药要是恢复的还行，我就上班。我估计没事了。我爸上班怎么样呀？累不？不是没事。没事啊。你说炒这么多菜，多吃点菜，别老顾着那咸菜营养得跟上。啊。越整这事麻烦，越整越出来越了。在家老想这事儿是吧？吃不下去饭，上班能接受别的环境好一点。你还不吃啊？哎，真面子这是。是吧？这土豆是黄土豆，有面。真的，就哪个菜都好吃，就是咽不下去没中。买点菜回来做焖面吃能行吗？别，没有锅。要不？啊。我说这点了就别让小孩吃这么多肉了你不。用这个筷子，把这个筷子拿走刷了。我也是你等着一嫌锅再刷。对，没事儿，我先刷着，刷一会儿就刷的少了。你这个也是干活廉利的人，怎么着说也不听。